当你去到寺庙，看到佛像的时候，听到僧侣诵经的时候，被慈悲的笑容安抚时，被智慧的言语触动时，甚至仅仅只是走进寺庙，你的泪水可能会不受控制地从眼角流出。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聆听佛经或接触到与佛教相关的事物时，也会感动地流泪，有时甚至泪流满面。这究竟是好是坏？是否意味着业障深重，或是因犯错而触怒了佛陀，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面对这种情不自禁的流泪，我们是否应该加以控制呢？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在拜佛、听经或修行时，人们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流泪？这种经历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当他们看到与佛教相关的事物时，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情感涌动，甚至泪流满面，或者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反而可能是一种积极的体验。如果接下来的话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在视频结束后按个赞给我响应，在评论区留下随着眼泪一起释放我的灵性。一般来说，我们的流泪可以分为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遇到令人喜悦的事情时，我们会因为内心的欢喜而流泪。第二种情况是在面对悲伤的事情时，我们会因为感到伤心而流泪。第三种情况则是无缘无故的流泪，这通常与深切的情感有关，比如爱而不得、求不得、放不下的痛苦。这种泪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是对内心深处悲伤的体现。前2种流泪的情况，即因喜悦或悲伤而流泪，是大多数人都有过的经历。而第3种情况，即无缘无故的流泪，也有不少人经历过。佛教教义中提到，世间万物皆有因果，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流泪这一现象背后必有因缘。佛经中提到，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听闻阿弥陀佛，心生慈悲，意识踊跃，心意清净，甚至衣毛未起，泪如雨下，这往往是前世宿命的因缘所致。有些人听到《金刚经》或《地藏经》等佛经时，会感到似曾相识，甚至流下眼泪。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前世已经接触过这些经文或佛号，所以当他们在这一世再次看到某部佛经或某些佛像时，会突然流泪，或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初次见面时，贾宝玉对林黛玉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贾宝玉看到林黛玉后，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此他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林黛玉也在心里暗想，为何会觉得如此眼熟？贾母等人知道林黛玉是第一次来到贾府，不可能之前与贾宝玉见过面，所以大家都以为贾宝玉又在说胡话。实际上，贾宝玉这种感觉并非无缘无故。据说，贾宝玉的前世是神瑛使者，
在西方临河岸边的三圣石旁，有一株绛珠草，神瑛使者每天用甘露灌溉这株草，为了报答神瑛使者的恩情，绛珠草化身为林黛玉，用一生的眼泪来偿还贾宝玉。这就是所谓的木石前盟。如果没有前世的这段尘缘，贾宝玉也不会有曾经见过的感觉。当我们今生看到佛经、佛像或进入寺庙时，如果感到一种熟悉感，这可能表明我们与佛教有着深厚的缘分。就像六祖慧能在成为樵夫时，偶然听到有人诵读《金刚经》，仅仅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便产生了奇妙的领悟。有些人念佛或听经时，会感动地流泪。佛教解释说，这是因为念佛的声音触动了他们的善根。这种反应证明他们在过去的一生中曾经学佛，并且学得很好。你对佛菩萨的慈悲加持有了感应，你内心深处的慈悲心被触动了。这种情况下，无需刻意控制，让情感自然流露，流完泪后自然会感到舒畅。为什么会在今天流泪呢？这可能是因为在前一生中，他们的修行还差了一点点，没有完全达到目标，而这一生，他们幸运地再次遇到了佛，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动。有时，我们在读经或念佛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一些特别的身体反应，比如汗毛直竖。遇到这种情况时，不必感到害怕，因为这实际上是触动了我们内在的善根。无论是痛哭流涕还是汗毛直竖，这些都是我们在真正用功修行时可能会遇到的现象。每个人的体验都是不同的。当我们读经文时，有时会突然心开意解，瞬间明白了经文中的深意。在这种顿悟的时刻，我们可能会感到汗毛直竖，或者感动地流泪。这种体验表明，我们在前世曾经修习过佛法，种下了善根。我们并非凡人，而是有着深厚佛缘的人。普通人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学过佛法，没有种下善根，就不会有这种深刻的体验。而有善根的人，过去生中修学的善根种子一旦被触动，就会产生作用。对于净土法门，能够生信、发愿、愿意念佛往生，这都是善根被触动的表现。佛教告诉我们，念佛的音声能够触动我们的善根。我们今生能够遇到净土法门这样的殊胜法门，确实是稀有难逢的机缘。只要我们肯认真努力学习，在这一生就有可能成就永离轮回，往生极乐世界，成就佛国。这些体验和现象都与过去世的因缘密切相关。我们今生看到的各种事物，有的让我们心生欢喜，有的让我们感到憎恶。有人听到佛经便心生随喜，有人听到佛经却狐疑不信。这些反应都与我们的过去因缘有关。当我们看到佛像或听到佛经时，可能会情不自禁地流泪。这种感觉就像是长时间离家后突然见到父母，
由于激动而流泪一样。这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迹象，表明我们在过去生中可能是一位修行人，或者与佛有着深厚的缘分。在念经或听经时流泪，是一种好的现象，它说明佛经中所传达的阿弥陀佛的大悲心，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大悲。我们众生都具有大悲心，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情感被种种人我是非所遮蔽。当这两种悲心相遇时，就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流泪。这种流泪不仅是对佛法教义的深刻感应，也是我们内心情感的一种释放。我们也不必整天都流泪，短时间内的流泪是一种好的现象，它帮助我们宣泄内心的情感，让我们感到心灵上的轻松和净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愿意观看悲剧，因为悲剧具有洗涤心灵的作用，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人们能够大哭一场，对于精神健康是有益的。例如，一个精神上感到郁闷的人，如果能够哭出来，通常不会有问题，但如果他无法哭泣，那可能需要专业的帮助。流泪是一种健康的情感释放方式，尤其是当我们念诵佛号时，很多人都会感动地流泪。流泪是一种好的现象，它让我们感受到世间的苦楚，同时也体会到阿弥陀佛的慈悲。当我们流泪时，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世间的苦，还有阿弥陀佛的慈悲。这种慈悲声震3000大千世界，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体验。当我们如此感动地流泪时，阿弥陀佛看到我们的虔诚，自然会来接引我们。对于往生极乐世界来说，是否拥有舍利子或舍利花并不是判断的标准，往生的根本条件在于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和愿力。如果一个人有舍利子或舍利花，这可能表明他长期修行的成果，但这并不是往生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阿弥陀佛为了增强我们的信心，可能会特别加持我们，使我们产生舍利子或舍利花。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舍利子或舍利花的人就无法往生，只要我们具备信心和愿力，同样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念佛的目的是培养觉性，恢复、保持或增强我们的自觉性和觉他性，与诸佛和法性相应。念不同的佛号，是为了让不同众生升起欢喜心，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和根基出发，转化烦恼成为智慧的方便法门。例如，念诵弥陀佛号，是从出离的角度转化分别心进入观察智慧，而念诵其他佛号可能是从缘起的角度转化感官觉受进入更深层次的修行。在修行过程中，有往生极乐世界的愿，阿弥陀佛就会接引。这其中的奥义既是常理，也需要通过修行来体悟。有人可能会问，诵经时总打哈欠、流眼泪是怎么回事？
这在学佛过程中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几乎每个学佛的人都会遇到，这是我们修法时会遇到的一种障碍。要逾越这个障碍，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人选择在一天工作结束后，吃完晚饭开始念经，但这时候一天的劳累和困顿就会自然涌上来，尤其是刚吃饭就去念经，最容易犯困。当血液集中在胃部帮助消化时，大脑的供血会相对减少，这可能导致我们在念经时感到困倦。选择在精神状态良好时念经，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犯困。如果对经文的意思不了解，念经时可能会感到枯燥乏味，思绪容易飘忽，这样的读经更像是在强迫自己完成一个任务，而无法真正体会到经文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文字和经文的精神很难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也无法感受到法喜。一个无法感受到法喜的人，在念经时很难保持精神饱满。要克服这些障碍，我们需要依靠自己的恒心和毅力。有些人甚至在念经时睡着了，这都属于同一类问题。只有坚持不懈，我们才能逐渐克服这些障碍，更好地投入修行。如果念诵整本经文时出现障碍，可以考虑将经书分成几个部分来读诵，可以将其分为上下2部分，或者上中下3部分。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在诵读时能够保持清醒的状态，避免将读经当作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那样可能会给人一种强迫症的感觉，好像是在向佛菩萨交差一样。一些同修在刚开始修行时，也可能会出现莫名的哭泣现象，这可能有3个原因：一是善根被触动，2是修行过程中的自然反应，3是提醒自己要精进修行。这些现象都是修行的正常组成部分，表明我们在修行道路上有所进步。这些现象，如莫名的哭泣，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信号或指引。第一是提醒我们赶紧开始修行，早日证得菩提，脱离轮回的苦海。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内在的指引，引导我们向内求索，而不是执着于外在事物的短暂得失。它鼓励我们开始追求心灵的圆满与富足，远离匮乏和恐惧。另一种解释是，这些现象可能是我们的真神或本尊神在观察我们执迷不悟，感到我们的痛苦和急迫，希望我们开始追求开悟和觉醒，与真神合一。这种说法强调了修行的重要性，以及与更高力量相连的必要性。无论是哪种解释，这些现象都在鼓励我们开始修行的旅程，追求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内在的平静。第二，敞开心扉，深深被爱。所谓的开悟之人，最简单的理解就是那些心永远全然敞开，活在真实自我之中的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利益得失，大多数人不得不早早地关闭心门。他们表面上
看似圆滑世故，实际上却常常口是心非，心神不统一。没有觉悟的人，身心总是分离的，头脑中充满了无数杂念，喧闹嘈杂。只有身心合一的人，才能做到表里如一，内心清明，一览无余。当一个极度渴望被爱的人，在经历生命的最高能量时刻时，可能会默默流下泪水，尽管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他们清楚地感受到这种感觉是非常舒适和美妙的。这就是被深深爱着的感觉。一个灵魂在娑婆世界孤苦无依地漂泊，最终等待的就是这一刻，被一个人深深地爱着。于是他们喜极而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万事万物的本质都是能量频率，你追求什么，就会链接到什么样的频率。你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是因为链接到了低频率的存在，而作为天地之间的最高能量频率，一旦瞬间连接上，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会让你喜极而泣。第三，心开意解，豁然开朗。这一点实际上与第二点非常相似，但存在一些不同。不同之处在于，第二点描述的是在机缘巧合下，一瞬间从低频率连接到高频率，极道的频率；而第三点描述的是灵魂历经黑暗，最终迎来曙光，破开迷雾，见到青天白云的过程。这是指明心见性，开悟觉醒的境界。这种境界不仅仅是一瞬间连接到道，而是能够更长久地保持这种状态，因为内在的灵魂频率无限接近于道，从而出现了这样的经验。一个心开意解的人，是真正把心敞开，愿意与天地万物合二为一的人。他不再是局限的个体，而是归融于整体后的超脱，成为无限。在这个时候，有的人会大哭，有的人会大笑，因为他们意识到真理无处不在，道从未离开过自己。当身心彻底打开后，人体的整体振动频率也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能高于大多数人，甚至在体温上也会略高于他人。这就像是被封印千年，一瞬间打开后，迸发出无限可能。人体被视为整个宇宙的缩小版，它包含了宇宙的所有规律和特质。我们通常用来做判断的是表层意识，而在表层意识之下，能量越强，就越能进入更深层次的潜意识。当能量链接到最高频率时，佛家称之为进入阿赖耶识，这里包含了一切记忆和可能性，类似于西方灵修所说的阿卡西记录。阿赖耶识不仅仅是一个灵魂个体的记忆，它是所有灵魂记忆的整合。换句话说，当你到达这个层面时，你和其他万事万物都是合而为一的整体。进入深层意识，与浅层意识相比，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因此，这种来自深层意识的哭泣，对于浅层意识来说很难理解，才会出现所谓的莫名其妙之感。我们终其一生所追求的聪明智慧，
其实只是潜藏意识的表层工作，更深层次的那个全知全能的本来面目，却因此与我们越来越远。这就像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在开始深入思考灵性和玄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许多大修行人都在用智慧说着善意的谎言。对于一些普通人无法接触和理解的现象，他们总会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进行解读，并指引他们通往圆满的道路。这个指引往往是假的，但初心和结果都是好的。世人执着于头脑，又挣脱不出头脑的局限，所以被困牢笼。解脱的人则是善巧方便之法，按照头脑的思维方式进行讲解，并最终引领心灵升维。提到莫名哭泣，不得不提到慈悲心的流露和悲魔入心。慈悲心大家都了解，它是建立在平等心之上，建立在因果之上的，建立在所有佛教的观点、道理概念之上的。而悲魔往往只是鼓动情绪，好像是多慈悲、多有怜悯心，这些表面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大差异的地方是，这些情绪会鼓动持续触犯种种教义教理。慈悲心是要通过法来达成的，目的是拔苦于乐。如果没有法来支撑这颗慈悲心，那只是一种心态，是一时的情感。检验慈悲心的硬核标准，就是看能不能通过后续的行动来促成慈悲心，也就是由行动来转化心念，达成心念。所以真正的慈悲心只是一个过程，一个过渡步骤，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停脚、没有办法安住的状态。如果你有慈悲心，你肯定会想怎么帮助对方。悲魔的普遍表现形式为悲观和爱哭。最典型的例子是，看到什么都觉得委屈，哪怕是看电视剧里有人被欺负的情节时都会哭，或者看到医生治病救人、可怜的小动物等等，都会感到悲观和哭泣。其实这种情况来源于我们的善心。如果我们铁石心肠，那么我们肯定不会哭。简单来说，这种悲观和爱哭的情况，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可能会认为是善心所致，实则不然。生活中无论什么事都要适度。很多人在聊天愉快的时候，突然产生悲观情绪，往往把好事想成悲观和悲伤之事，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社交。这些都是不正常的行为。仪态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是一个人最直观的形象展示。如果一个人总是悲观和爱哭，那么他们如何能够正常生活呢？今天所讲的悲魔问题不是小事，而是一件大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有讲师在讲课的时候都不会哭哭啼啼，他们只会带给学生们积极向上的情绪。悲魔的影响，尤其是悲观的倾向，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可能会对个人的生活和社会交往产生负面影响。我们上面所讲的念经或修法时哭泣，是慈悲心的流露，
这与悲悯入心有本质的区别。慈悲心是基于同情怜悯的基础上，但两者的概念和含义是不同的，不可混淆。慈悲是慈与悲的结合，慈是与乐，即把自己的快乐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众生，愿他们脱离轮回苦海，证悟究竟智慧，早日成佛。这是无缘大慈，不分亲疏远近，恩怨情仇的一视同仁。悲是拔苦，一切众生与我无二无别，他们的苦难我也感同身受。慈悲是舍我其谁，主动承担的勇气组合，更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智大勇的表现。因大智大勇而精进，增加自我能力，更能够利益到众生。悲悯如心，指的是看到受苦的众生而产生的悲伤。这种悲伤可能是单纯的、被动的，遇到一点点事情就克制不住地哭泣，却没有进一步地去精进，提高自己的能力，让自己更有能力来自利利他。这种伤感是被动的，是消极无奈的懦弱表现，只是偏激地看待问题，缺乏智慧。许多人往往因此而误以为自己很慈悲。实际上，当一个人过于敏感，看什么都难以抑制内心的悲伤，只是通过哭泣来感受一切苦难，却并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和他人。这种状态可能会被别人视为神经兮兮。这种悲伤由于无法转化成积极的行动，反而可能伤害自己的身心，这就是悲悯入心的典型症状。相比之下，心怀慈悲的哭泣是看到或思维道如母众生的痛苦，愿意以身代受，但自己暂时又没有足够能力去帮助这些众生，因此会感到伤心。这种伤心之后，更愿意将自己的快乐、福报和功德回向给众生，愿他们成就佛陀的究竟智慧和慈悲，脱离苦难。真正的慈悲是以自他交换的心态，主动地面对、接受和承担众生的苦难，这是大菩提心的表现。真正的慈悲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共鸣，更重要的是用智慧的方法，将悲伤转化为动力，是一种积极向上、阳光的正面思想。它不会因为苦难而感到悲伤和无奈，而是把众生的苦难作为自己精进修行的资粮。这才是佛门慈悲的本质，是由智慧辅助的无私无我的爱心。而悲悯入心，则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情绪，受情绪控制而产生的感叹、哭泣和无奈逃避，是一种无记忆的下意识反应，没有将悲伤转化为力量。这种伤感对自他都没有实质的意义，因为他并没有发心去勇敢担当和努力改变现状。这样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负面情绪，是不可取的消极思想。二者的区别在于，真正的慈悲是有智慧辅助的，能够勇敢地担当和努力改变现状，而悲悯入心则缺乏这种智慧和主动性。真正的慈悲是积极面对苦难，
以智慧和勇气去转化困境，而悲魔入心则是被苦难所困，缺乏改变现状的动力和能力。慈悲确实是不分亲疏远近的付出和尽力帮助，它不仅包括同情怜悯，更要有主动想办法去行动。这包括学习佛陀的智慧和广大的发心行动，不断精进增长智慧和能力，真正帮助到众生，让他们脱离苦难折磨和轮回。明白了这些，我们可以观察反思，分清自己的心是被动承受还是主动接受，多祈请上师三宝和诸佛菩萨的加持，愿自己能够真正升起慈悲心和菩提心，而不是顺着自我迷茫的感觉走。多亲近真正善知识和上师，去印证自己的心，这样就可以避免悲魔入心，将其转化为积极正面的慈悲智慧。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克制住情绪，时刻保持乐观，并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通过这样的修行和心态调整，我们能够更好地培养和保持慈悲心，同时也能够避免悲魔入心的消极影响。通过以上所讲，我们确实发现悲魔是非常狡猾的，它通过我们的善心切入，最终让我们产生悲观情绪，从而影响我们的生活。悲魔之所以产生，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缺乏智慧。我们必须明白，悲悯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哭泣，一味的哭泣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不哭泣也不代表自己没有善心。悲魔的狡猾之处在于，它利用我们的善良和同情心，引导我们陷入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从而阻碍我们的修行和成长。我们要有智慧地辨别悲魔的陷阱，不被其操控。我们要学会将同情和悲悯转化为实际行动，通过学习佛陀的智慧和修行，提升自己的能力，我们才能避免悲魔的影响，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清明，实现真正的慈悲和智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心态决定我们的生活。从前有一个老太太，她有2个儿子，大儿子卖雨伞，小儿子卖草鞋。老太太总是因为担心儿子们的生意而悲观哭泣，无论晴天还是阴天，她总是担心一个儿子的生意不好。后来，一位智者告诉老太太，她应该每天保持乐观和高兴的心态。智者解释说，晴天时小儿子的草鞋卖得好，阴天时大儿子的雨伞卖得好。无论天气如何，他家每天都有收益，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老太太听了智者的建议后，心情顿时变得舒畅起来。从此，她每天都生活在开心和快乐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态如何，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通过改变心态，我们可以将不利的情况转变为有利，从而过上更加幸福和满足的生活。悲魔的产生主要源于我们的智慧不足。要改变悲魔，首先需要理解慈和悲这2个字的真正含义。悲魔的产生具体有2种情况：
首先是智慧不足，其次是能力不足。只要我们有了足够的能力，自然而然就能控制悲魔。那么我们如何改变悲魔呢？悲魔的产生源自于我们内心的善良，而这种善良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慈。但是我们缺乏悲的能力。这里的悲不是指悲伤，而是指改变事物的能力。当我们看到生病的小动物时，由于同情的作用，我们可能会感到可怜，甚至想哭。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改变它们的处境，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给小动物治病，那么这种同情和悲伤可能就会转化为悲魔。如果我们不仅能够可怜这些小动物，还能够采取行动治好它们，那么我们就不太会陷入悲观和持续的哭泣中了。这需要我们不仅有一颗同情心，还要有实际帮助他们的能力。要增加学识，通过学识来提升智慧。有了智慧，我们就能够明辨是非，看清事物的本质。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我们就能更加冷静和理智，不会轻易被悲魔所影响。通过学习和修行，我们可以培养出更强的能力和智慧，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况。智慧要想提升，首先是增加我们的学识。由于大家对某些事情不了解，往往是因为缺乏相关的知识。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的控制需要我们有良好的心态和完整性的思考。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生活中锻炼这种能力。简单的说，就是要让自己有思维的框架。遇事之后不要盲目，而是要立即产生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遇到事情时，首先要冷静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然后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考虑不同的处理方式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有其他人参与，还要考虑他们的立场和反应。这样全方位的思考，我们才能战胜悲魔，从而过上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正如《无量寿经》中所说，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未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福道，故非凡人。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虽然不识字，但却佛缘深厚。他之所以听到《金刚经》，就决定去拜访五祖，遁入空门。这其实与他的过去有关。若不是累世修行，今生如何能大彻大悟？当你去寺庙见到佛像时流了眼泪，修行之路上莫名哭泣，这或许是佛菩萨的提醒。我们要懂得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因缘，一定要好好修行。通过这些经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慈悲心和菩提心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生活中实践它们。